谢谢谢谢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一看见你们就高兴啊。哎呀，有人说我瘦了啊。我很受用啊。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一枝红杏出来了。这个再来一个定场诗是吗？这从专业上来说，按说是不允许的。你们能不能不跟别人说呢？我也能不说。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！哎，发自肺腑的那么可乐啊！哎呀，看见你们都戴着口罩，我就踏实多了。挺好啊。这个去年闹了这么一起疫情，天下事原本如此啊，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不管有什么变化，日子还得过。说还得说，该乐还得乐，戴着口罩我也能听见你们乐，哎，甚至有的朋友戴着口罩，我也能想象出你后槽牙那样，很好啊！好好听书吧，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啊！当然了，哎，我也看网上有人说不爱听郭德纲说书，那都是外行才听他啊，这没办法。我们这个做艺人的呀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说书啊、唱戏啊、说相声，服务行业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选择客户。有人来，您就是我们的主顾，尽心尽力的，按过去这行的老话来说，踏踏实实的伺候您各位就得了。说您接受不了，那是咱们缘分尽了。我伺候不了您，您听别人吧。当然，你要说你又不爱听，但是你非在这屋把我这桌子也踢了，灯也砸了，你要为这挨打也活该，是吧？你也不吃辣，不吃辣就别吃，不吃辣，但是你非拿个棍儿，看见四川火锅店你就过去捅人家锅去，那个人家报警弄你也是应该的啊。哎，这个一说一乐，哪有什么内行啊外行啊，那起哄的事儿。你要不是说中医啊，或者大夫那个必须需要内行啊。这病人躺好了，做手术了啊，来大票友啊。哎呀，这回该我了啊！别动啊！哎，那个必须是内行啊。你说他这个人多爱好，你也不能让他来手术。当然也分什么，你比如说有的地儿也看得出来，就有时候他们讲话说内行，吃补品的时候有分内外行，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内行是外行，这个有情可原。你看，内行吃这个东西跟外行区别在哪儿呢？比如说有一样燕窝，人讲话了，外行都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。想了想有道理啊，燕窝这个东西打外边进贡来的，给皇上吃，说这东西少见。我不知您哪位好吃燕窝呀，也没什么味儿啊，没什么味儿。估计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这么得法，又怕皇上不高兴啊。御医们就跟皇上说，这东西大补，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啊，吃吧。打这儿起，哎，就把燕窝的身份抬上去了。到现在，它这个东西它也没法通过机器，通过别的呀，它一定还是燕子自己制作，它产量也上不去，是吧？你都是小燕儿跟这啐唾沫是吧？话说的稍微单纯了一点，但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你说也奇了怪，小燕儿吐点唾沫，你就挺爱；猪跟这儿吐唾沫，你们就不要。啊，来个猪窝，大伙儿受不了。它由于它产量低，这么多年来它这个价它也下不来。当然，咱也不排除说
燕窝里边有营养价值，这是没错的，这是肯定有的。但是内行讲话，内行说我们吃银耳，银耳的药用价值不次于燕窝呀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；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。人参大补，但补不好了也是事儿，就容易出事儿。黄芪呢，作用跟人参差不多，唯一区别呢，功效稍微慢一点，但是这个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？不上火啊！你来人参哈，8斤一根，抱着咔咔一嚼，顺鼻子眼窜血。黄芪你慢慢吃啊，功效是一样的，钱不一样，它便宜啊，几十块钱。黄芪，人参呢，好几千块钱，对吧？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，啊，还有那个啊，外行吃鹿茸，内行吃韭菜。吃韭菜一样，跟鹿茸一样补，你这个玩意儿对吧？这两者价钱就不一样啊。那听相声，外行听郭德纲啊，内行哪有内行啊？一说一乐，出去别跟别人说没有内行啊，回他们打你啊！一说一乐啊，这个又到咱们开书的时候了。上文书说到哪儿了？太棒了，太棒了啊！我就等你们这句呢。这个连着好些年了，在棚里边听我说书的各位啊，两句话是一定要会，一个就是再来一个，一个就是这个忘了，哎，以后说这得加钱啊！来一个吧，别，啊，让人笑话啊！会让人说都换了平台了，你们还这样？这起这名叫老郭有新番啊！我刚才看我还纳闷，我以为老郭有新番薯啊，我以为是卖地瓜的赞助了呢，因为你那薯字掉了呢啊，叫什么不重要啊，反正是这么一个说书的这么一个小节目，承蒙各位不弃啊，您这么支持，这么鼓励，这次跟优酷合作呢也很愉快啊，人家一气儿呢，我们签合同，他是定了要4部大书，这是头一部。也挺好啊！你看，在这个年代，这么多追求碎片化的文化的时候，还有平台愿意要什么三国呀这类东西，这挺好。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啊，尤其是对我的尊重。哎，你要让我主动说的话，我估计我不会上来自己爱说三国的，因为三国它不能骗人。还不能想着说，而且这个东西最要紧的就是听三国，听的是什么呀？听的是三国以外呀，三国以内它没有什么呀。故事你们都知道，京剧都唱遍了，河北梆子也唱遍了，电视剧也演了，电影也演了，听书听扣，他这里哪有扣啊？对吧？我也不能瞎编。长门坡两军阵前来了9义18侠，我肯定能编得出来，编得很好看，但是就违背我的初衷，我不能胡来，因为我上过初中。还得讲理，这个是最要紧的，对不对？再有一个，说书其实有很大忌讳，就是抱着原文给人趟梁子。拿过三国来，三国怎么说？他这儿大概翻译成白话给人一念的，那玩意儿谁听啊？那不欺负人了吗？对不对？说是说三国以外，你得给人分析啊，当时天下是什么样的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心里边是怎么想的？他如果不这么说，事情会怎么发展？咱们得坐块聊。您多大身份坐在那儿，咱们也能跟您掰开揉碎了讲三国。
也得人点头啊，他不点头换一个，有的是点头的。所以说，三国不容易，但是呢，我也很愿意。啊，你说这等我老了，我130岁了啊，你让我再说三国，我估计就差着了啊。刘关张就只能记着信儿了。啊，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。其实桃园三结义里边最重要的是由于刘备，为什么呢？张飞那个性格您是知道的，直来直去，大炮筒子，一高兴怎样都行，性情中人。刘备不是啊，您看看原文，您别说光《三国演义》，您看看《三国志》，您看看有关刘备的历史记载，最重要的一句话说刘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成大事的先得做到这一点，倒不是说这人有多阴啊，他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就怕那个狗肚子搁不住2两香酥油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狗肚子，你狗啊喝不了香油，它肠子短，这头喝进去，那边就掉地了，啊，出来比进去还快。那有的人就这样吗？有点什么事儿都在脸上写着了。你这在职场上，在单位上班，在哪儿外边谈生意，你老板盼你谈生意，那必死无疑啊。对吧？这一进门，好家伙，全告诉人家了，怕人听不明白，掰开揉碎再讲一遍。有点什么事，这脸上都写着呢。刘备不行啊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多高兴也这样，多生气也这样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啊，说这个胸有积雷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胸有积雷，就这肚子里边啊，打雷打闪，噼里啪啦，狂风暴雨，都恨成那样的。你看那个脸上，面如平湖，平湖啊，没有碰，没有杠。这句不算。平静的湖水，这心里边恨你恨的都不行了。你看我这个脸。还踏踏实实的，说这样的人可拜上将军。对呀，你说在职场上很需要这样的，这也不是说教您各位学坏，最起码也代表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那么今天跟张飞、关羽一聊天，刘玄德兴奋的都不行了，打破了他的常规，说明是真喜欢这两个人。当然了。刘备这一辈子，就到最后的时候，啊，就是为了关张报仇，那会儿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了，发全国之兵打东吴，以致蜀汉政权的破败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今天呢，哥仨在桃园这儿结义了，磕完头站起身来，要各叙年庚。得说说谁多大了呀？分大小个啊。这一说呢，刘备岁数最大啊。说于兄我吃长28岁。记着啊，这一年刘备啊28，他是10月28的生日。所以说刘备是天蝎座。哎，你要细琢磨刘备这个为人啊，我不知你哪一位对星座有研究哈，你琢磨琢磨他这辈子干的事儿，很符合啊，很符合。关羽呢比刘备小1岁，27岁啊，他是这个7月20来号的人啊，那就应该是巨蟹吧，是吧？巨蟹啊，张飞最小，张飞20啊，2月25的双鱼。哎呀，你说说书容易吗？你以为那钱那么好挣啊？给你个凳子坐那儿好坐，你得能说出点东西来啊！哦，这仨人各叙年庚
那甭说了，刘备行大，关二爷嘛，张三爷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定下来的。把座摆好了，大哥您先坐。刘备往这一坐，关羽、张飞过来，纳头就拜，给大哥磕头。磕完头，这儿站起身来，刘备挪到边上去，关羽坐下。关二爷坐好了，张飞撩衣裳跪倒，参见二哥。这完事赶紧搀起来，张飞往这一坐，该你们俩了，来。这个不是历史啊，不是历史。这要是我在那儿，我准这么来一回啊，对吧？该我了，来，二位来，哎，俩人也得瞪眼，这，哪儿就到你了啊？很高兴，刘关张结义，到后来留下一句俗语嘛：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瓦岗一炉香呢，就是听过隋唐都知道啊，甲六楼36有结拜，大伙儿都说，要是交朋友啊、拜把子呀，按桃园结义来，可别照着瓦岗寨他们来。哎，这是句老话，相声里边我们也说这句话，但是也从来没有细致的解释过为什么天下会有这么个说法。桃园三结义，哥仨交情在这儿。但是你要从事业上来说，这仨大男人最后不成功。你别看他占据了3分天下，啊，拿关二爷来说吧，这么大的能耐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大意失荆州，麦城归天。关二爷，张飞那更甭说了，让2个鼠辈范江、张达给杀了。啊，刘备更甭说了，对吧？为了给关张报仇，发全国人马攻打东吴，最后自己白帝城托孤，江山社稷全完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，这仨人事业上不成功，人生不是赢家。但你看这个瓦岗寨这各位啊，36有，到最后大唐朝这都是开国的功臣，有的凌烟阁上都画着图呢。人人事业是个成功者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倒觉得这不成功这哥仨值得我们尊敬呢？这里边有俩字儿，这叫忠义。叫忠义。您就拿这个关二爷来说，在曹营的时候，曹操对待他，那天下人都知道。说书一说到这儿，那上马金下马银，修下一府分2院。啊，不能对他再好了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，走遍天下也没有任何一家能够给关羽这么大的待遇，不管是荣誉啊，哎，方方面面的都是这份的，但是没有拿住他的心。斩颜良、诛文丑之后，听说大哥的效了，马上我得找我哥哥去，挂印封金，3次辞曹，灞桥挑袍，过5关斩6将，千里走单骑。我得找我哥哥去，忠义在这摆着呢。张飞更甭说了，这么大的能耐，在刘备手底下大半辈子就是跟着这1万多兵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这批人，东征西讨啊，打一仗败一仗，打一仗败一仗，一直赤壁之战之后，张飞才算缓上点儿来。如果说跟所有的其他的不管哪路军阀，跟哪一家老板，他的待遇都会比这个强。但是就一直这样忍着，为什么呢？那是我哥哥，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得拿我哥哥放在心里。那么说刘备对得起他们哥俩吗？对得起。关张2弟死了之后，刘备就急了，给我兄弟我得报仇。诸葛亮告诉他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休养生息，咱们跟东吴别打仗，跟东吴和好。缓上来之后打魏。诸葛亮说的对吗？对。这一辈子诸葛亮说什么刘备都听，唯独这一次没听。举全国之力70万人马打东吴报地仇啊！我得给我兄弟把这仇报了。结果大家是知道，火烧连营700里，
白帝城托孤，那么大一刘备，江山社稷全了进去了。不为了别的，为的是忠义。有这样的兄弟，就有这样的哥哥。这个哥哥跟这个兄弟，他是相辅相成的，所以值得人尊敬。您看看瓦岗山这几十位大爷，本身我也是说隋唐的，我不该背后的讲究人家。但是咱就事儿得说事儿啊！你看瓦岗山这些位，你除了王伯党，你除了单雄信，后来这些位，那都是墙头草啊，对吧？这不都跟人李世民跑了吗？投降的时候都告诉了，为了天下的苍生，为了黎民百姓，都会说着呢，都会说着呢啊！咱就说一个人，秦琼。秦二爷是隋唐的书胆呐，对吧？你等我说隋唐时，我再跟秦琼道歉啊。咱得讲理，关键是，对吧？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山东3州6府72家堂官，交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，好词儿都是秦二爷身上的。这个专诸孟尝，一个是对老娘好，一个是对朋友好。啊，专诸横啊，专诸刺王僚嘛，刺客很厉害，在街上无论跟谁打架啊，打的都不行了，老太太喊一声就回来，老怕老太太没喊，让儿媳妇去拿我拐棍去，到那儿拐棍一晃悠，他就回来了，就这么孝顺。啊，孟尝呢，甭说了，孟尝君嘛，3000门客呀。不管你是干嘛的，上这儿来，咱们一块儿吃饭。孟尝君跟人聊天的时候，屏风后边老有人拿笔记聊天啊，这前面得聊家住哪儿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，后边都记下来。聊完天到后来一看这单子，哦，这桌住的什么什么地方，家里不好，打发人去给家送钱去，交朋友嘛。孟尝君，人家一块儿吃饭，有一主啊，坐那地儿啊，有人挡着光了，这主也小心眼儿。是不是我这个饭没有别人的好啊？是不是我这个菜不灵啊？啊！站起身来一拽咧子，我不吃了。你这胃口吃的也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。站起来要走，孟尝君过来了。您看看我这份儿，跟您那一样。咱们不分贵贱，争嘴的这个拔出宝剑来给自个儿切开死了。为什么呀？谢罪，我不该这样做。你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来的人更多了。为什么家里3000食客？那是一个谎数，只多不少，所以天下人都说交朋友得说孟尝君。隋唐是拿这2位比秦二爷，啊，交友在孟尝，孝母死专诸，死专诸他做到了。秦二爷对老娘那这份儿没得说。那您这个赛孟尝做到了没有呢？哎呀，这就两说着。啊，隋唐里边谁对秦二爷最好？单雄信。单雄信，你荡剪卖马落魄天涯的时候，谁管你？单雄信呢？你老太太过生日，天下来这么多人给你妈祝寿，是因为你吗？那是人单雄信的朋友啊，对不对啊？打瓦岗山散了之后，谁收留你？单雄信呐，把你留在了洛阳。李世民上洛阳挖你来，明知道带你走以后不会回来了，单雄信都没说你不能走。人家仁义道德呀，对不对？那您最后呢，对不对？你到了大唐之后，带人马扭回头来就打洛阳啊。你可以说亡命在身，但是从朋友角度出发，您不让人寒心吗？对吧？单雄信锁五龙，最后在法场上要砍头了，单五爷举着这杯酒来回找我呢，秦二哥呢，您不在，死尸倒地，你才回来跪那儿哭。你可以说是徐吉、徐茂公安排你出去有公干，那不是你们设计好了的吗？对不对呀？在说相声这后台里管这，您这叫玩人呐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，
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啊！你们没有做到朋友的这个职责，你们谈不到忠义二字。但是人家桃园兄弟做到了。刘关张为什么京剧一唱戏，唱这个仨人的故事搁在一块儿，一贴着回目就是大型京剧，叫什么？生死桃园。异性有情非异性，同胞无异枉同胞。说的就是这个啊，这也是说三国不容易的地方。你得给人说出情来，你得给人掰扯清楚了。你光说仨人跟这儿夸搁一头站起来，你是我哥哥，你是兄弟，那管个溜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哥仨掰了把子了，打这儿起跟亲哥们一样。接下来要谈论的就是天下大事。现如今朝廷荒淫无道，百姓们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尤其是刘玄德，身为汉室后裔，我有理由匡扶社稷，恢复大汉的河山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这不是朝廷招人吗？咱们得献自个儿的一份力量。张飞说：“好，我这儿有钱啊，咱们多招人，别光咱哥仨出去打仗去，咱们也招点人来，看看能招多少。”来俩客商，啊，中山府的大客商，哎，一苏先生，一张先生，这两位平时跟张飞不错，说您这几位要干大事儿，对，要干大事儿，好，我们来赞助来了。原文上有这两位，啊，拿了500两金银，送了50匹高头大马，又给拿了1000斤的铁。拿铁干嘛呀？打兵刃呐！你不能拿铁，你一个人弄外边卖了去，这不太好了。有铁，咱卖废铁去吧。那也不是桃园结义，那也来仨说相声的是啊。哎呀，准备有铁了，可以了，打兵刃吧。刘玄德打的双股剑，也叫鸳鸯剑，2口剑。刘大爷这武术反正比我强点儿啊，不是那哥俩厉害。尤其是关二爷打造了青龙偃月刀，有个别名叫冷艳锯，冰冷的冷，艳是风色的艳啊，锯就是呲啦呲啦那个锯。哎，冷艳锯啊，多少沉呢？82斤，这不容易啊，各位啊，您算算82斤，你在手里还得拿着，你拿着就不容易啊，还得打仗。张翼德呢？哎，丈拔蛇矛，打这儿起，天天的，哎，哥仨练武，完事儿呢，也召集这些个有共同目标的人，咱们一块儿，啊，匡扶社稷。人的名树的影儿，这一放出风去，陆陆续续的来人了。咱们简短截说，时间不长，他们手下大概就有500来人了。说这回行了。咱仨可不是光杆司令了啊！带着这500多人，投军报效，攻打黄巾。这个打黄巾军呐，在咱们这书里边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，它只是通过它来奠定了刘关张的基础。书要简言，在打黄巾的过程当中，刘关张经历了30多场战斗。那么最后，朝廷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平定黄巾起义，按功封赏，刘备也得了一个官儿，但是这个官儿不大，中山府安喜县的县尉。安喜县现在河北定县，县尉啊，当一县官儿，按说是不大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呀，这也是朝廷正式的任命。好，去吧，哥仨到这儿来了。但是到了任上之后，刘玄德就发现这个安喜县有点问题，因为之前呢，这个县官啊有点爱财，老百姓这日子过得呢也挺苦，
所以自己心里说，我不能像他似的，我得对得起百姓。来了之后，先没上任，先带着这哥俩明察暗访，把县里的情况全摸透了，然后打这儿起整顿吏治，让百姓们安居乐业。咱们简单的来说，大概3个来月，安喜县太平下来了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老百姓现在愿意跟官儿站在一个位置上了。早先是看着衙门口人就恨得很，现在老百姓踏实了，哎，拿官儿真当成自己的父母，这个就很难得。3个月多，不到4个月，这天突然间打上司衙门来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往前一递，刘玄德接在手里边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才引出来，鞭打督邮。新番。道德3皇5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？对。哎，不来。好吧，说甚龙争？啊，够了，让人笑话。哪有一说书定场诗给好几个的，那不赔了吗？谢谢吧。听书是不是很开心呢？我其实特别爱说书啊，因为打小先学的说书。我小的时候，我7、8岁那会儿，在天津那说书的老先生啊、老太太们的都健在。啊，天天听他们念叨说这些事儿，很愉快。有的时候跟他们上园子，他那个一般来说小书场都没多大，坐个5、60人、7、80人，就已经很不错了啊。坐在那儿沏上茶，听他们一说，嗑着瓜子儿。有的时候在那场面桌边上，啊，你看我那会儿听燕桂荣先生西河大鼓书，他这场面桌在这儿，观众在那儿，我有时候在他这儿坐着。弦儿边上那儿，因为什么呢？他那儿有一个墙上有一插销，我后来有一小收音机、录音机，我就是录老太太唱的，我就搁在那儿方便，老听啊。这都是80年代了吧？那是啊，现在也没有那个环境了啊。我特别有时候睡觉的时候还容易回想那个状态，尤其冬天，书馆门口大棉门帘子撩开之后，里边大炉子。炉子上坐着水，坐着这一屋老头们，听书净老头们，就我一小孩儿啊，那屋里边聊天的、嗑瓜子的，坐那儿一听书。现在回头一想，恍如隔世，那个氛围、那个状态太美好了啊！现在也完了，老先生们也都去世了，再熬些年，我都快成老先生了啊！但是这门艺术很凋零。很凋零，它还不像说相声，说相声全国您甭管是真的假的哈，哎，说话得罪人啊，真的假的疑似的，甭管是，还有点儿啊，这说书的连假的都没有啊，因为这不好骗这玩意儿，尤其说书，你跟人5分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。啊，现在观众他都有文化，你不好弄啊！真的，有时候有看网上他们聊天也挺可乐的啊。我就认为张三先生好，我认为李四好，我认为王五好。我这争竞这个都没有意义。你真争竞的话，要非得分谁好谁坏，你就找一个剧场，2000人剧场，这3位先生搁一块儿，一人1天卖一样的票价，对吧？谁卖满了谁就好呗。你争竞这个没用，有爱孙猴有爱八戒的，可不就是这个呗啊！艺术这个东西，这个观点没有绝对的。那玩意儿你3个亿拍一电影，我就说你没有耍猴的好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呀，对吧？你再好我不爱，没有意义。包括其实你干了这么多年来，
越发觉得做艺其实跟观众之间是过日子。你说相声、说书、唱戏都是，观众如果爱你啊，你怎么都对。啊，你唱戏没板了、凉调了、忘词儿了，台上出错了，观众也觉得你可爱，可爱，就是啊，因为他爱的是你这个人，怎么都对了。他要是看你别扭，那你唱的跟天王老子那么好也不行，就看你恨得很，你怎么着吧？没办法，所以说有时候你看，有时候我也上网瞧瞧，人家说郭德纲唱戏这么不好啊，那么不好，其实我心态特别平衡。他也不是说我的艺术不好，他是恨得我这个人，可不就是这点事儿呗？你哪怕比如他说了，他认为这个京剧大王啊，这张先生唱得好，把张先生那个艺术那个唱腔原封不动搁在我身上，他也骂街。所以他骂的不是艺术，他骂的是郭德纲这个人。那我琢磨透这个呢，我就不能生气了。那只能说咱们没有缘分啊。那好在这些年，你不管是相声、评书还是京剧的观众，恨我的观众，他也没有一个人上我们家里骂我来，是不是？我中国大戏院唱戏，你真恨我啊？到那儿去咣咣把玻璃都砸了，上台上去哈，拿灭火器喷我啊！那我也佩服您。你在家里骂街，我也不知你是谁，我想跟你道歉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这怎么弄呢？啊，消消气儿吧，啊，玩点别的吧，也挺好。倒不是说要如何如何，因为打小干这行这么些年来，所谓的浪迹江湖，见的人也太多了。我们这行啊，会吃细饭，不会吃气饭，就这么简单。老先生教育我们说，就是你记住了，先学不成戏，再学气死人。你要心窄，你别干这个啊！戏班的嘴，澡堂子水。在说相声的眼里边看谁都是烙饼，在唱戏的眼里边看谁都是外行。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。说相声呢，说相声他没有唱戏挣得多呀，过去，所以说说相声看谁都是企业家，瞧谁都琢磨我怎么能从他那儿 K 出饭来。所以说相声看谁都是烙饼，唱戏的看谁都是外行，这是实话。您唱二进宫，台上就仨人，互相看对方还是外行呢。我80年代末我就唱戏，我唱了5年戏，我天天在后台，那个就见多了。反正目前为止没有谁让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夸谁好。你要说唱戏的互相之间您真好，他有原因。第一就是你真次，你可不了解他们啊。他夸你他是知道你实在，他在心里不拿你当人。哎呀，你是真不错呀啊，哪儿都好。他那心里骂你都骂出屎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种这个，一种呢，他夸这个人呢，就是跟他这一支儿有关系，而且最好是已经去世的。夸一个1935年就去世的人了，这个已经约定俗成了，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影响。就怕这45那46这俩人都，您放心吧，他不可能夸你好啊。因为唱戏的要一骂起人来急了，连自个儿都骂。我太了解他们了。我在这行里，我这么些年都快待出人精来了，我都挺可乐。就见的人多了之后，你就会了解很多事儿，挺可乐。我那年给他们串戏拍电影，拍什么戏我都忘了。山西省晋中市。去山西我还挺有感情，我祖籍是山西。明朝弘治11年，我们家打山西，移民出来，那是明朝，所以说一说上山西，我说去吧。但晋中我没去过。我印象很深，到他那村拍戏，哎呦，那个村啊，满村都是那个枣树，枣树特别好，而且秋天，那个枣熟了没人摘，掉到地上都是，你就走吧，随便采，遍地的枣，啊，印象很深啊。搁那站着人，村长来了，村长带着家里人，哎，在这儿拍戏，我们很高兴啊，也很照顾您，这个那个的。还是很喜欢您，要跟您照相。好家伙，带了好多人跟我照相，他们家亲戚，照吧，人家是挺客气的。照完相之后，村长打开手啊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捧红枣，也没有什么照顾您的啊，尝尝我们这儿的特产吧啊！我赶紧客气，哟，谢谢谢谢，我不要，地上有啊。满地都是。
你这给我打这几个，有时候完事也可乐啊，也可乐。倒不是说，你看这个，我估计这期要播完了，一定会有人山西人骂我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道歉，我错了，说的是事儿，并没有说歧视谁或者地域如何，这个就先学不生气，再学气死人。哎呦，坏了，又耽误时间了啊！我要不能看见你们。我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录啊，录音呐，录评书，录三国呀，我这会儿都说到白帝城了，知道吗？跟你们一块儿净闲玩儿，耽误朕的大业。上回书说哪儿了？八宝，你们吃点枣吧。孺子可教也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行，好的，以后常来吧啊。坏了，我忘了说哪儿了。安喜县刘备上任，啊，忘是不能忘啊，你指什么吃啊？干这行有一个好处，只要脑子在，那能干到100岁。啊，你说相声说书都是，哪怕上岁数腿不利索，给我扶上去啊！喂，只要找到桌子，我站住了，一摁这桌子角，那就行了。只要不傻，不老年痴呆，我这玩意儿能干1辈子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哎呀，行，可以。咱们这就是你哄我，我哄你啊，开心的，这个把工作就做了。刘玄德安喜县上任，把这个整个县呢安排的是井井有条，百姓们很爱他。因为之前的大老爷3天2头的想辙，让老百姓出钱，刘太爷没有。到后来百姓们说刘大人担得起是4个字：秋毫无犯。秋毫无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秋天呐，那个风最厉害。为什么说秋天的风叫金风呢？它像刀一样，金风一起，万物萧条。不管你什么树叶噼里啪啦全完。就秋天的风那么厉害啊！但是刘大人呢，连一丝儿一毫一根毛的便宜都没占过。拿风一刮啊，这里边连一根毛都没有，就说人家这么清廉，是这个意思。一个地方官能够得到百姓这种赞扬不容易，这是很得民心的呀，很好。待了3个来月，将近4月，这一天有打外边行房的师爷进来了，说您看看这个中山府的公文，就是上司衙门的公事啊，一府啊管3县，他们归中山府管，您看看这个吧。哦，这儿一伸手，刘备把这公文接过来了。这个公文，这大信封，各位1尺，哎，它这大小得够1尺。为什么叫尺书呢？这信封就是1尺，拿过来要把它打开，从里边把这信瓤子掏出来。我多说2句废话啊，这个不是随便就能打开的啊，这个拆信是有规矩。哎，一瞧这信，哟，比如说啊，郭麒麟给我写的信，啊，我儿子来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打上头把这口开开，进去一提了，信瓤子就提了出来了，这是儿子给老子的。但这个如果长辈来的信，啊，这个我大爷写来的，我们家什么人，或者是上级主管领导给我来的信，从上边拿不礼貌。打底下开开，啊，打底下开开进去，把这信请出来，人家在上头，我在底下，这是规矩。如果是平辈儿哥们儿兄弟来信，哎，给我写信，这是我哥哥，他比我大，这个信封打左边开，开开之后，把瓤子掏出来。我兄弟来的信打右边开，从里边拿信封，左为上。右为下，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。您看唱戏的时候嘛，
比如说我们这是戏台，您的观众看戏，戏台上摆一桌子，摆2把椅子，你一看上来演员连说带唱往这一坐，比如说老两口子吧，那个老头那个员外一定坐在这边，老太太坐在这边，因为左为上，右为下，戏班里边管这边叫大边，这边叫小边，俩官往这一坐，坐这边的官大，坐这边的官小，啊，这是规矩。如果是媳妇来信的话呢，把这信一翻个，这信纸后边这信封不这么粘着吗？把这原封这儿把这儿拆开，把信瓤子拿出来。各位，说书那么简单呐！刘玄德拿出来看，这一看直嘬牙花子，怎么呢？上司要派人来了。派谁呢？派一位督邮。督邮啊，是一个官的名字。大吗？不大，但是呢，可怕。你看，天下事就是这样，可怕。督邮，督邮是什么官呢？太守下边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一个官儿。他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到各个县里边去考察县官这些个小官员的政绩。他虽然说不像什么实权掌握税收了，掌握这个了，什么吏部掌握你升迁呢，他没有。但他下来，他回去说你这不灵，跟老爷说他贪污了，您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官不大，但是可怕，杀伤力不强，侮辱性极强。啊，要来这么一个官儿，后边写着日子，哪天他就要到了。安喜县准备行辕，行，自行车的行，辕门的辕。什么叫行辕呢？就是这个官到这儿来，他得有个临时办公住宿的地方，这个叫行辕，你得准备这个。这个督邮上这儿来考察来呀，刘备倒是不怕，也不贪污，对吧？老百姓也爱我们没问题。但这个行辕是个事儿，怎么呢？太穷了。像这种官员到这儿来，不是说随便找地儿您住吧，这不行。他说你怠慢他，你得给他安排的特别好。这个屋里边最起码墙上来说，你得有些个字画吧，屋里边得有个百宝阁吧，你得有点东西吧，连吃带住，他不是一个人啊，少说了几十人，他跟这儿待个3、5天、10天、8天的，人吃马嚼，这份挑费怎么办？刘备犯愁的是这个事儿。哎呀，挺为难啊！但这个东西也没法跟别人商量，只能说到时候看吧，咱们随时再说吧。就很为难这个事情。还没等他来，又3天，接到了上峰的另一份公文。这份公文看完了，刘玄德冷汗下来了。这份公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相当于是朝廷里边的一份简讯，就是通知一下，接下来朝廷有一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要对破黄巾之后的官员举行一个杀汰。杀汰，杀字的杀，淘汰的汰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淘汰一些官员。黄巾军打败了之后，有一批人因为军功做了官了。现在朝廷认为天下太平了，他稳当住了，回头一琢磨，给你这点官啊，他委屈啊，所以说他准备收回来。毛病在这儿了啊！收回来呢，那怎么收呢？就得派督邮下去查。这就是再一再二，让你心里有个准备啊。所以看完之后，心里说够呛啊，可是还有一丝犹豫。我清廉，我应该没事儿啊，让自个儿的师爷
安排朋友去问一问，问问上司衙门到底怎么个杀态？杀态吗？杀态就是淘汰啊，打沙子里边摘东西，把你淘汰了，杀态嘛，这名词儿。跟师爷说，师爷姓王，叫王震，王师爷，好，我给您问问去。师爷人很好，啊，打发人去问去了，因为府里边他有朋友。这个师爷啊，在这儿已经伺候了3位县太爷了，就是在地面上来说，咱不能说手眼通天，最起码来说朋友很多。我给您问去。转天问完了，回来一进屋，刘备跟这儿坐着了啊，这儿进来了。大人，哦，师爷您快坐。哎，是，谢大人。怎么样啊？你要看这表情，就不太好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有朋友啊，在中山府，在府衙，他今天给我带的信儿，说留任的太爷必须是举孝廉功的方可。孝廉也是个功名啊，举人、秀才、孝廉啊。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咱们说简单一点的，就是你得必须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，你得有什么什么文凭，你得拿这卡你啊，这就是朝廷啊做的扣。你这次不竟是因为军功你们做的官吗？好，军功这事儿过去了，咱们从文化上要考你们了啊！你到底是不是什么什么毕业的？你有没有这个身份水平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官必摘。刘玄德一抖了手，干了。刘备心说：“我初中2年级就不上了。”见笑啊，见笑。这我那天我们家开了个会，我是初中2年级，我儿子郭麒麟初3，我外甥王九龙初3。哎，虽然说我读过24史，虽然说我家的书房比这棚大，但是我连个初中文凭都没有啊！此番杀态必有我呀！那不重要，那不重要啊！反正这意思您各位听明白了，就是刘玄德这官儿要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心里挺难过。但是咱们前文书讲了，刘皇叔喜怒不形于色呀，啊，面带微笑，辛苦了啊，谢谢，你可不得谢谢人家呗，人家给你凡人脱壳问去了，你也不能你心里边就跟人家拽咧子是吧？你这个，那就不是刘皇叔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像话了就，谢谢人家吧。师爷呢，心眼很好，这王震王师爷。说大人，这个好多事情也未可知啊，等都邮大人到了之后，咱们再见机而作吧。人家能说什么呀？劝劝呗啊，这不还没来了吗？等他来了之后，咱们看看，咱们随时说，也不见得您非得走，就是说点宽心的话。好，谢谢，等着吧啊。到了这个日子，早晨。现在钟点说7点，刘备就起来了啊，洗脸漱口，收拾干净利落，穿上自己的这官袍，戴好了帽子，带着关张2弟，衙门口大小的官吏，还有这么30多个大头兵，出郭相迎。原文上的话，出郭出城郭。就得到城外边去等着人家去，等着吧。打早晨7点，等到中午12点，刘玄德腿都木了，说跟着我溜达溜达，这不成啊，活动活动腿那个不尊敬啊。等着，一直到正午，瞧见那边马挂銮铃，烟土飞扬。
来了这么几十个人。来了吗？来了啊！他这个一个是督邮这个官啊，他自个儿带着20来个人，另外呢还有上一个县送他过来的30个兵。这咱们得交代清楚了，听书听的就是细致的地方。这几十个人护送他啊，眼瞅着就到这儿了，终于来了。刘玄德一撩自己这袍子，屈步前行。什么叫屈步呢？撩好了衣裳，稍微哈着点腰，哎，这脑袋铁胸叠肚不行啊，哈点腰，往前走，屈步，比这个跑要慢，比这个走要快，小碎步往前倒，这叫屈步，代表的是尊重。这个劲儿可难拿了啊！来到跟前啊，一撩衣裳，单腿跪倒，卑职安喜县县尉刘备，恭迎督邮大人。按正常的礼节来说，这个督邮应该是甩蹬离鞍下来之后，伸双手相搀。为什么呢？按行政级别，其实人家不次于你，但就因为你是上面派来的监察官啊，人家才给你施这么大的礼。按规矩，你得下来搀，但是没动，不光没动，坐在马上，拿这马鞭儿啊，您看看原文就是啊，微指鞭回答。这个慢说在官场上，咱们交朋友也不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太拿人不当人了呀！啊，就这样，那后边关羽、张飞，这火腾腾腾就上来了。此时人家哥俩想的是，我不是什么官不官的，随从不随从，你对我哥哥这样，你不尊重。但是呢，一瞧自个儿大哥没动，关二爷拿手一比，那意思先瞧去吧，咱得听哥哥的。张三爷气得不行了，生气。这个督邮啊，整个三国里边啊，他算是出场比较早的，但这位啊有一特点啊，出场一次呢还没名字，可能作者觉得给他写个名字也犯不上啊，没编个名字，张三李四没名字也很正常啊。当然我们前辈的说书艺人们有的呢给他安了个名字，但是也没传下来，因为这个你随便叫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叫什么都行，叫王海于谦这都不重要啊。没名字没事啊，但是您得想，此情此景就这种，就这状态。督邮来在了安喜县，他这一不下马，在张三爷跟关二爷这儿就先标明挂号了。张三爷那意思过去我就给他拦下来，关二爷还是比他脾气温和，那意思别给大哥惹祸啊。赶紧往前来一步，关二爷一伸手扶自己的哥哥，人家不给节骨眼儿，咱们自个儿得给节骨眼儿啊，对不对？又何况人家已经那可能就是起来是吧？对不对？管他是不是呢？过来一搀，刘玄德这才站起身来，抬头观瞧。为什么要观瞧？我得看看呐，谁打鼻子眼里边这样说话呀？抬头看看这督邮，好家伙，头戴乌纱不得点儿，有一颗红缨是猴屁股色儿，穿蟒袍墨绿色儿，上绣着团花朵朵像茶碗儿，腰里系着牛皮板，转圈都是金钱眼儿，大饼子脸儿，牛皮旋儿，还有一点小刘海儿。
倒抹子眉，三角眼儿，长得像个狗熊崽儿。独有到此天涯地，哪曾想破坟头遇见大铁铲儿。